嗨，大家好，又係我 Patrick 同大家講金同埋銀啦。今期呢，我會分析喺1929年美國大蕭條前同目前嘅情況有幾相似喎，咁樣歷史是否會重演呢？事不宜遲，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金融穿梭。首先呢，跟進黃金關稅一事先。今年4月，特朗普政府所謂嘅解放日期間，公佈咗貴金屬係免徵進口關稅嘅，立即導致黃金現貨價格下跌$100喎，並有效縮小咗紐約 COMEX 期貨同埋倫敦金條之間日價嘅差距。此前呢，由於預期金條可能徵收貿易關稅，呢個差距曾擴大嘅。最終吸引咗創紀錄數量嘅貴金屬流入呢個美國。上星期美國海關嘅一項裁決，該裁決宣布對瑞士進口1公斤同埋100安士金條徵收39%嘅關稅。關稅對全球貴金屬貿易網絡產生重大嘅影響。瑞士作為重要嘅黃金精煉中心，佔全球產量近70%。卻面臨瑞士貴金屬協會所說嘅令人難以承受39%嘅關稅。照美國現行關稅稅率，呢項懲罰性措施將擴大至任何國家嘅金條，引發咗人們對全球黃金貿易未來走向嘅普遍擔憂。呢項由《金融時報》率先報導嘅初步裁決，推動咗黃金期貨價格創下新高。因為市場已經消化咗進口成本可能帶嚟上進嘅預期，一如我上期所講，禮拜一由於特朗普就貴金屬關稅問題發表澄清，特朗普宣布黃金將免徵進口關稅，黃金價格就跌至每安士$3350啦。黃金市場經歷咗劇烈嘅波動，黃金市場一直深陷不確定性，終於解決啦，令到交易員都鬆咗一口氣。星期二公佈 CPI 數據，年度通脹率穩定喺 2.7%， 低於 2.8% 嘅預期。核心通脹率升至 3.1%， 高於 3% 嘅預期。月度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較上個月上漲 0.2%， 符合呢個預期嘅。而核心 CPI 上月就漲咗 0.3%， 創下6個月以嚟最大嘅單月漲幅。呢份通脹報告表明，整體通脹保持穩定，但經濟中仍存在潛在嘅壓力。星期四美國7月份嘅生產物價指數 PPI 漲幅創3年嘅新高，原因係商品同埋服務成本飆升。呢個表明通脹即將全面回升㗎啦。呢個俾聯儲局帶嚟兩難嘅境地，令減息憧憬降溫。喺 PPI 數據公佈之後貴金屬股首當其衝，承受咗市場重新評估嘅衝擊。現貨黃金暴跌$30，一度跌至$3332嘅低點。FedWatch 工具顯示，9月減息0.25厘嘅機率從昨日嘅98%跌至84.6%啦。截至8月10號各項指數嘅印記，美匯指數報97.83，道指報44,964點。標指報6449點，納指報21,622點，黃金報$3336，白銀報38.05，鉑金報$1346。今日有件事將影響呢個黃金同白銀嘅，就係特朗普同埋俄羅斯總統普京喺阿拉斯加峰會啦。預計佢哋將就烏克蘭問題進行數小時嘅會談。咁好快有結果啦！會談未達成任何嘅協議，相信呢個結果對黃金白銀嘅影響力不大嘅。根據美國財政部數據，去年1月初美債總額達到34萬億美元，而35萬億美元嘅數字出現於去年嘅7月底，相隔約7個月啫。不過由7月底嘅35萬億美元到去年11月36萬億美元，
呢1萬億美元嘅美債增長咧，用咗約3個月啫。而由去年11月嘅36萬億美元咧，到今年8月嘅37萬億美元，呢1萬億美元嘅美債增長咧，則用咗9個月啦。觀察人士認為，財政赤字嘅增加將推高美國政府本已高企嘅債務規模，引發市場對美國債務可持續性嘅擔憂。隨住美國債務總額不斷咁增加，利息開支咧已成為聯邦政府沉重嘅財務負擔。過去特朗普多次提過，聯儲局減息可以為政府節省巨額嘅開支。諮商局 FedWatch 工具顯示，交易員估計減息機率咧達到96%，意味咧已經接近認定下月必然嘅減息啦。財長貝森特話，5月、6月嘅新增非農就業職位咧已大幅下收，而聯儲局先前維持利率不變係基於舊有嘅數據，意味若一開始就掌握呢個正確數據咧，可能早已經減息㗎啦。佢認為聯儲局應該喺下個月大手減息作為補救，而佢覺得咧息口應該較目前低 1.5 至 1.750 才對。如果真係減息咁多嘅話咧，黃金版想跌都幾難啦。又到免費支持我嘅環節啦。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咧，請你訂閱，請按下鐘仔同埋點讚，呢個代表你俾我嘅支持。YouTube 咧係根據大家嘅訂閱、觀看人數同埋點讚率而決定是否推廣我呢條片嘅。歡迎大家留言，請睇廣告並分享呢集俾你嘅朋友。多謝大家支持。Kitco News 最新嘅每週黃金調查顯示，絕大多數華爾街專家預計市場將繼續橫盤整理嘅，而絕大多數普通投資者仍然相信黃金下個禮拜能夠上漲嘅。今日特朗普同埋普京會晤嘅結果，明顯咧係唔會影響黃金大幅上漲或者下跌嘅。不過下個禮拜傑克遜霍爾會議可能會影響美元走勢，進而影響黃金嘅。我係冇法想像各國央行行長會以鷹派姿態發表呢個講話嘅。當出現疑問時咧，我預計佢哋會拖延嘅，並盡可能地傾向於鴿派嘅立場。呢個禮拜通脹數據上升，唔會阻止聯儲局喺9月降息嘅。但就目前而言咧，金價咧將徘徊喺200美元上落嘅區間，並以3350美元為中心。儘管如此，黃金 ETF 潛在需求依然強勁，已升至2年嚟最高點2878噸。喺 Kitco 線上調查中，共有183人參與投票，其中普通嘅投資者堅定地堅持其睇升嘅多數觀點。115位散戶交易員佔63%，預計金價下週將上漲。而33位佔18%預計金價將下跌，其餘35位投資者佔19%，則認為金價喺未來1個禮拜將持續盤整。喺6月14號金融穿梭，我個標題係早點放長暑假。我係相信要等到9月咧，黃金銅板將會再次上升。今日講1929年美國大蕭條嘅歷史。我發覺現時美國咧正跟隨大蕭條劇本進行緊。故事發生喺1920年代美國繁榮嘅10年，當時美國持有全球40% 嘅黃金。1920年美國嘅發電量咧相當於歐洲嘅總和，鋼佔全球世界產量嘅1半以上，石油產量佔全世界嘅產量2/3。喺1922年國會分佈咗福特尼麥坎柏法案，係美國歷史上通過最具懲罰性嘅保護主義嘅關稅法案之一，將平均嘅進口稅提高到40% 左右，無獨有偶。特朗普係跟隨大蕭條嘅劇本大徵呢個關稅。該法案引發歐洲各國政府嘅報復，但表面未對美國嘅繁榮造成太大嘅影響。但到1924年同埋1927年都出現輕微嘅經濟衰退。另一個明顯過剩嘅領域就係股市啦。美國股市長達8年嘅大牛市，道瓊斯指數從1921年8月嘅67點
瘋狂漲至1929年8月嘅380點，總漲幅達到567%。呢一波超級大牛市呢，亦都吸引咗大量散戶紛紛入市。到1929年秋季，美國股價呢已經達到無法用合理預期未來收益嚟解釋嘅水平啦。我哋睇下過去10年，納指從1915年8月嘅5044點，亦都瘋狂漲至2025年8月21681點，總漲幅咧達到429%。現時嘅美國股市咧就好似大蕭條前一樣咁瘋狂。咁大蕭條劇本咧係繼續發展嘅。當時一系列小嘅事件導致股價喺1929年10月逐漸咁下跌，投資者咧就失去信心，股市泡沫破裂，恐慌性嘅拋售咧始於黑色星期四，1929年10月24號。當時好多人嘅股票係透過保證金購買嘅，佢哋使用擔保嘅貸款，僅佔股價價格嘅一小部分。結果咧，股價暴跌，迫使一啲投資者平倉，加劇咗股價嘅下跌。從9月嘅高峰到11月嘅低點，美國股市下跌咗33%，股市崩盤，大幅降低美國人嘅總需求，消費者對經常性嘅購買量同埋商品投資急劇下降。一個可能嘅解釋係金融危機產生咗對未來收入巨大不確定性。呢個反過嚟呢，又導致消費者同埋企業推遲購買耐用品，股市崩盤，令消費者同埋企業支出急劇咁下降。美國實際嘅產出呢喺呢個時間呢就一直慢慢咁下降啦。喺呢個1929年末同埋整個1930年呢，即急劇咁下降。咁樣美國呢就正式步入呢個大蕭條啦。咁最終大蕭條呢開始喺1929年，持續至1939年左右嘅全球性經濟衰退。呢個係西方工業化國家經歷持續時間最長噶啦，最嚴重嘅經濟衰退，引發咗經濟體系、宏觀經濟政策同埋經濟理論嘅根本性變革。我曾經講過，歷史係會重演嘅，但係唔會簡單地重複嘅。雖然大蕭條未必會發生，美國聯儲局今年呢至少減息1厘。我估計喺2025年下半年呢，美元繼續貶值嘅，滯脹風險為50%，而滯脹引致股災，股災引致經濟衰退，經濟衰退引致呢個滯脹。以上危機疊加情況之下呢，我相信股災呢將會喺2025年下半年發生嘅。當股災發生嘅初期，我預計黃金版將跟隨股市先下跌，但黃金版下跌呢只係短暫嘅，然後黃金版就進入大牛市。黃金會升至4000美元，版呢亦會升至100美元嘅。不過最後都係我嗰句，變幻才是永恆。咁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。歡迎大家加入我嘅 Patreon 成為會員，我只會喺 Patreon 解答會員嘅投資問題。喺每一個視頻呢都設置有聲音版同埋冇廣告版。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呢，請你訂閱，因為你嘅訂閱呢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。請按下鐘仔給我點讚，歡迎大家留言，每一個留言呢我都會好仔細咁睇嘅。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呢分享俾你嘅朋友。多謝大家支持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